病床上我还没咽气，儿子却毫不留情地拔掉了氧气管。弥留之际，我看着可怜的儿子流下了忏悔的眼泪。我知道他恨我，在他3岁那年，因我欠下巨额赌债没钱还，债主便拉走了家里所有的口粮和过冬的煤炭。他母亲气不过，便带着他跳了河，被人发现后只能勉强救回了儿子。虽然现在我富可敌国，但当年的事让我每天备受煎熬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万亿家产换人生重来一次。突然间我感觉天昏地暗，瞬间晕了过去。宁子，年货咱不办了，文文的新衣服也不买了，过完年一开春要买种子，要买一只小猪仔，我求求你不要再去打牌了。朦胧中一道飘渺的声音响起，熟悉又陌生。何宁心里一咯噔，自己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能听到声音？于是我猛地睁开眼，只见一个小男孩正站在我面前。文文，娟儿，不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无意间，我瞥见了墙上的日历，1992年腊月23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娟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沾一滴酒，不玩一把牌，我不会让你们母子再受一点委屈。听到这些话，李娟浑然一震，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何宁吗？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看来有些事情还需要时间来慢慢证明，这一世重新来过，我一定要抓住最珍贵的亲情。想到几个债主马上就要上门讨债，何宁立马说道：文文，待在妈妈身边，老婆，你和儿子一会都不要出来。言罢，何宁便直接走了出去。10多分钟后，债主杨彪便带着几个手下来到门口。哟，宁子，知道我们要来？知道。钱凑够了？没有。杨彪纳闷，没凑够钱，他说话还这般镇定自若，看了看他手里的铁叉，再看他的眼神，突然觉得这家伙今儿有点不对劲。杨彪，我欠你的钱我会还你，但今天还没到说好的日子，我现在没有。屁话，今天不拿钱，我们踏进你家院子，进你家房顶。敢进我家院子一步，我杀了你们！四股钢叉在何宁手里呼一下横过去，对着杨彪的脖子，直接把杨彪吓得退后了一步。宁子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写了借条，这笔钱你躲不掉的。我造的孽我担，但你拿我的赌债敢威胁我妻儿，我杀了你，我给你偿命。好说好说，何年，我再给你5、6天时间，30早上我来拿钱，你若还不上，别怪我不让你们一家子过年。欠你们的我一分不少，30之前不许再来我家。行，你最好说话算数。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跟你拼命的。杨彪看出来了，今天要硬闯他家，这小子真能干出什么举动来。回到屋内，何宁把家里翻看了一遍。还好，除了半袋白面和小米，还有几袋煤炭，家里暂时饿不着也冻不着。老婆，我出去一趟，过小年我至少得让你们能吃上顿肉不是？大概20分钟左右就回来了。还不等李娟说话，何宁便出门了。即便和二叔二婶关系冷漠，但他家今天杀年猪，1、2斤肉总能借来吧？你来干什么？二婶，我儿子闹着要吃点肉，你家猪肉给我借上1块，过2天我还你。哼，你家没喂年猪，你拿什么还我？你到别人家借去。听了这话，何宁脸上挂满了尴尬的微笑。自从父亲离世后，二叔二婶便冷漠的像路人。何宁咬咬牙，涌上的悲愤咽回肚子里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要怪只能怪自己不招人待见，但不管自己怎么混蛋，看在3岁小儿和怀孕妻子的身上，亲二婶好歹给他借1块肉啊！心里想着事，不知不觉，何宁刚好走到梅姑家大门口。梅姑家没有杀猪，但他闻到一股浓烈肉香，为着妻儿这顿饭吃上肉，他把脸皮抹一把，装进裤兜里，迈开步子走进梅姑家大门。梅姑，你家有肉吃了？宁子，我家后天杀猪，杀了猪给你家送几斤去。梅姑，你现在煮着的肉先借我一点呗，今天小年，想给老婆儿子吃上一顿肉，一点点就行。梅姑眼神一愣，这混球竟然会主动为他老婆儿子着想了。行，你姑父给人家杀猪，人家送了几个猪尾巴，我给你捞一个，你拿去，肥的那些切片，就着酸菜炒上，香着呢。很快梅姑就去厨房拿出了一个猪尾巴，递给何宁后又说道：够吃一顿，我家猪杀掉，我再送你好肉。宁子，听姑劝，好好疼你妻儿，再不要喝酒买醉折腾人了。梅姑，我醒了。说完，何宁紧紧捏着碗转身大步回家。也不知我当年哪根脑子抽筋，把我的娘家侄女介绍给你。梅姑的叹气嘀咕，何宁听不见。他端着这个煮熟了的猪尾巴往家里小跑。前世豪宅别墅那不是家，妻儿在才是家。老婆，我明天出去挣办年货的钱。宁子，不要打牌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老婆，我答应你不会去了，我是打算明天去山里抓点山鸡卖钱办年货。李娟怔怔地看着何宁，只要他不喝酒不赌牌，待在家里哄儿子开心，陪儿子玩，日子再苦再累，自己都能担起来。一只山鸡仅卖10块，却还有人不满嫌我卖的贵，只因这是1斤大米只需5毛的92年代。就在昨天，何宁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他连夜进山抓了10多只山鸡和2只兔子来到红会矿区。大雪封路，再加上临近过年，何宁认定这些山鸡铁定能卖得好价钱。大兄弟，这山鸡多少钱一只啊？
一只山鸡10块，2只兔子20。这也太贵了吧，一只居然要10块。各位嫂嫂婶婶，这都年根了，我就挣个辛苦钱。而且你们看，这鸡兔可都还是鲜活的，20多里的雪路我走来也不容易，大家也就别计较这1块2块了。吃，我要2只，给20块。我也要1只。害怕慢了买不到，大妈们纷纷围了上来。15只山鸡加2只兔子很快就被抢完了，一共卖了170块。这时来晚了没买到的一人说道：“我以为是鱼呢，山鸡兔子有没有也无所谓。”跟嫂，你男说今天去镇上给咱们背鱼，他去了没有？切，懒怂一个，睡到现在还没起来，他能给咱们背鱼？这咋办？今年过年咱连1条鱼都没有。何宁听到这话，眼睛一亮，立马说道：“嫂嫂，你们的意思，鱼必须要有。”小伙子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过年了，年年有余，可你拿来的是山鸡兔子。要不是前天突然下这场大雪断了路，卖鱼的人已经来这里了。嫂嫂，给我1个馒头，赶下午给你们把鱼背来。行啊，只要你把鱼背来，新鲜着，给你最好价。接下来何宁大口咬着馒头，大步往县城赶去。重生回来，心里是巨大的喜悦兴奋，支撑着他给妻儿挣钱。到了县城，何宁以1块2毛7的价格买了100斤鲤鱼，又花了10块买了一辆小推车，推着2袋鲤鱼向矿区出发。鲤鱼大小不一，何宁又没有秤，便以大的8块，小的5块1条卖。2袋子鱼，1个小时不到就只剩下2条。大嫂，这2条真不卖了，我家也得留2条啊。大兄弟，你明天还来不？来，还是卖鱼，尽可能保证你们每家年年有余。那说好了啊，我们等你，你可一定要来。放心吧，肯定会来。说完，何宁便赶紧回去了，不然再等一会天就黑了。今天卖山鸡和鱼加在一起，一共赚了278块。宁子，你回来了，孩子睡了，我留了鸡汤鸡肉给你，赶紧进屋。吃了饭后，何宁直接掏出一把钱递给了老婆。李娟瞬间感觉一阵眩晕，她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这个男人会去把钱输掉，如今依然是昨天脱了胎换了骨的男人。老婆发什么呆？还不到300块就把你吓的。300块？没有300，差着20几块。宁子，你告诉我，我不是做梦。娟儿，你没有做梦，这笔钱干干净净是我卖鸡卖鱼挣来的。接下来何宁便把今天所有的事都讲了一遍。听着这些话，李娟眼泪汹涌而出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。老婆，你别哭啊，这钱真是我干干净净挣来的。宁子，我是高兴。等情绪稳定下来，李娟又继续说道：宁子，明天去镇上赶集，给儿子买一套新衣服，再买些粉条、糖果、花生。宁子，钱不能乱花的。娟儿，这笔钱我给你，让你数明白，让你知道我今天的收获。但是我要用这笔钱做底子，明天一早再去一趟黄原县城，让这270块再翻个番。宁子，我不贪财，这些钱够了，你在家待着陪我和儿子，好不好啊？宁子。何宁理解老婆的心情，他一出去不着家，娟儿就得心惊肉跳，他再回来就是骂骂咧咧翻箱倒柜找钱，娟儿是真怕了。老婆，过年前这几天，矿区的工人家属每家最需要2条鱼，但是前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拉往矿区的鱼车2、3天没法走，也没人拼了力气干这一趟活，这是我能赚一笔钱的大好机会。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。想了一会，李娟也就同意了。自己男人知道赚钱是好事，自己一味的阻止，他又变回以前那样，可怎么办？好，我支持你，我这还有100，你也拿着去当本钱吧。娟儿，你放心吧，这下还能多赚100多。不过明天不能徒步走了，太累了，得去借梅姑家马车一用。梅姑知道你是做正经事，会借你的。随后何宁提上2条鱼，带着老婆往梅姑家去。到梅姑家，何宁先挨了一顿骂：宁子，你像不像话？你老婆这个样子，万一滑倒了摔倒了怎么办？梅姑，这不没事吗？还没事，出事了你怎么说？姑姑，宁子给你送2条鱼来了。梅姑，2条鱼都给你，做熟后1条给我老婆送来。宁子，哪有你这样说话的？这你们哪来的？李娟接下来就将何宁卖山鸡卖兔子再反手卖鱼的事说了一遍。宁子，你妈把你重生了一遍，你能吃得了这种苦？确定不是你打牌赢来的？姑姑，不是他打牌赢的，真的不是。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啊！宁子，这2天时间，你能吃得了这个苦，还真能赚回来一笔钱呢。这苦我吃不了。明天200多斤重的鲤鱼，我背不动嘛，那辆小拉车也拉不动。姑姑，他要用这2天机会赚钱，帮他一把。借我家马车啊，这冰天雪地的，马也走不稳。梅姑，不白借，明天傍晚我返回来，给你把年货办上。李红梅正愁这大雪天怎么把年货办回来，听何宁这么一说，她动心了。行，我把马车借给你用2天，当我把年货买回来，按东西给你算钱。事情说定，又聊了一会，何宁便带着老婆回家了。连人3天饿9顿，
而我家却能每天大鱼大肉，只因大雪封路，物资匮乏。我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，低价收购大量鲤鱼，运往车辆没法通行的矿区，再以高价卖出。这一次何宁购买了300多斤鲤鱼，带出来的370块很快就翻了一番。大兄弟，明天还来不？不来喽，明陪老婆孩子扫房子、做黏膜、做肉、做鱼。不是何宁不想来，划不着来了。经过这么2天，几乎每家都买到鱼了，再来也卖不动了。接下来何宁就去镇上准备办一些年货。刚买完东西，就碰到杨彪带着手下围了上来。宁子，看了你半天，办年货花掉了200多块，有钱办年货，没钱还我。兄弟们，把他架子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。谁敢？杨彪，你们霍霍皇家媳妇张家媳妇，3天前的事儿，是想等着进去吗？杨彪脑袋里一声闷响，身子晃一下，那2件事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是不是在想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村的张爱伯是王二混子表哥，王二混子把你的事告诉了张爱伯，张爱伯又告诉我的。这当然不可能是何宁听说来的，前世因为这事，杨彪可是关了整整10年才被放出来。宁子兄弟，咱有话好说，好说。杨彪，我也好说话，把我写的那张借条给我，你和人家媳妇的事，我不说出去，怎么样？听了这话，杨彪立马掏出借条，递给了何宁。杨彪，我还欠你钱吗？不欠了，但是何宁，这事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跟你鱼死网破。杨彪，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说完，何宁便直接离去了，为着马上生孩子的老婆和3岁的小儿顺心过年。何宁不想惹是非，反正用不了多久，杨彪也会因为事情败露从而进去。等回到家，李娟看到何宁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，瞬间就急了。宁子，你把钱花完了。老婆，钱挣来就要花嘛，你看咱年货，大米、鸡蛋、粉条、韭菜、蒜苗。我不要这些，我要我的100块钱，那可是买猪仔的钱啊！你还我钱，你还我的小猪仔。我把年货办来了，你还哭？你看你的新衣服、新棉衣，暖暖和和。我不要新棉衣，你退掉，你给我钱，我的100块，你原给我。看到自己老婆哭个不停，何宁也急了，赶紧掏出了剩下的钱。媳妇，我又没说我把钱花完，你看500块，一分不少，给你装你身子底下捂着。你没花完。媳妇，办年货就花了200多，我都和你说了，今天出去把钱翻一翻带回来的，你看你还哭。谁哭了？真是的，干嘛骗我说钱花光了？是我的错，以后不骗你了。对了，媳妇，你确定正月15过了才生？那是大约时间，有可能早几天，也有可能迟几天，说不准吗？我不放心，我明天把你送去县城医院。哎呀，花那个钱干嘛？我不去医院。不行，得去医院，明天就去，好好检查一下，确定清楚到底哪天生。什么时候生？医院里也不可能检查出来。宁子，我生文文，生的前1个小时还伺候咱爸吃饭呢，这都第2胎了，怕什么？我又没那么娇气。再说了，去医院也不用这么早，哪有提前大半个月去的？听了这话，何宁这才放心，并决定最近就好好在家陪着媳妇。转眼几天就过去了。这天何宁正在厨房做着饭，突然就听见李娟传来一声喊叫，这可把何宁吓了一大跳。媳妇，你咋了？宁子，我好像是要生了。啊！你别吓我，你说过了正月15才生的，这才没送你去医院，现在去县城，马车得走3个多小时啊。宁子，我又不是没生过孩子，看把你吓的，去叫梅姑和张家奶奶，快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娟儿，你别怕。说完，何宁就撒丫子跑出院子去了梅姑家。梅姑救人啊！宁子，怎么了？娟儿摔了。梅姑不是摔了一跤，娟儿说肚子痛要生了，怎么办啊？不是说正月15过才生吗？时间算错了，你赶紧去叫张家奶奶，我准备点棉花和麻纸就过去。随后何宁又去了张家，把张奶奶背上就往家里跑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在何宁的焦急等待中，孩子终于生了。等何宁接过女儿，眼睛突然瞪直了。梅姑，怎么这样？不是白白胖胖吗？胡扯，孩子刚生下来，哪能白白胖胖？要慢慢的才白白胖胖。宁子，你去我家拿床被子，我和张奶奶今晚要守在这屋里。被子有的，我买了2个新棉絮呢，我现在就去拿。有张奶奶和梅姑守这一夜，何宁心里这才不慌了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张奶奶把李娟检查了一遍，安顿一句：顺顺当当，我回去了。张奶奶真是辛苦你了，过2天我拿重礼上门给你道谢，你喝一碗热粥再出去，身上暖和。谁说宁子混这么会操心人呢？张奶奶喝完粥便出了屋子走了。宁子，操心火炉，我回去一趟。梅姑，你去吧，我能照顾过来他们娘3。看你能的，你能照顾什么？我拿尿布过来给娃用。说完，梅姑就出门了。何宁心里梅姑的大恩没法说一个谢字。
媳妇刚生完孩子，姐姐便想把我腿打断，只因之前我不是喝酒打牌，就是躺在家里睡大觉，让妻儿是吃不饱也穿不暖。想到那混账的弟弟，何燕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宁子，今天我要是看到你喝醉耍酒疯，输了钱骂老婆，我把娟和孩子接走，你爱咋过咋过去，我要管你，我不是你亲姐。马车上放着一根胳膊腕子粗的棍子，今儿要是还看见上次那一幕，他不把何宁的腿打折，他就不是何宁亲姐。姐，你来了，娟儿生了女儿，母女平安。燕子，下了大雪，我还以为你不来。梅姑，我接娟儿和文文去我家，没想到孩子生了，好些东西我没带来。娟儿，你觉得怎样？姐，我好好的呀。这个混蛋把你身上那点钱花完了，你还笑？娟儿，你别担心，我留下伺候你。梅姑，多亏有你照顾我弟媳，要不然她昨晚可怎么办？这话说的好像娟不是我亲侄女。何燕来了，何宁也能腾出手，跟李娟要10块钱，打算去村里买一只鸡。何燕心里纳闷，这两口子有这么好？何宁伸手要钱，他就给了。姐，你跟梅姑孩子先吃饭，不用等我。你拿了10块钱出去，赶不回来，我打折你的腿，不信你等着。等何宁出去了，何燕这才问弟媳妇一些事情。这混小子跟你要钱，你手一张就给了，你不怕他去打牌？姐，宁子不喝酒了，也不打牌了，也不混了，这钱是他这2天挣的。他能挣来钱，他不好你不骂孩子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姐，宁子这2天去县城一趟，去矿区一趟，挣了一点钱回来，家里宽裕了。这话可把何燕惊呆了，自己那弟弟居然会挣钱了。等何宁回来，何燕便向自己弟弟问道：娟儿说你这2天挣钱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对于自己亲姐姐也没什么好瞒的，于是何宁便把最近的事都讲了一遍。啥？挣了500？我不信，你能吃得了那种苦？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肯定是在县城玩牌，碰了狗屎运，赢来的。姐，不是宁子赢的，这钱就是矿区那些人身上的钱。姐，如果我再辛苦一趟去县城和矿区，能把500翻成1000。何燕心里乱了，2天时间，混蛋弟弟能赚1000块，说笑话呢？宁子还是卖鱼吗？这2天把鱼拉到矿区，一条都卖不出去了，但拉一车橘子能挣到翻一番。买橘子能挣翻一番，那你去挣了钱，姐也能安心。算了，娟儿，宁子的性子我还不知道，他就那么热血3天，然后回归原形，别再给他钱乱倒腾。姐，你能留下照顾娟儿月子吗？我不照顾娟儿，你照顾我啊。姐，你今天若不来，我手头腾不开，出不去。但既然你来了，你照顾娟儿，我出去再挣一笔。宁子，你告诉我，卖橘子怎么就能赚翻番？卖鱼的时候，我问过那些矿工家属，他们现在最想要的是橘子。县城农贸市场的橘子1斤大概3-4毛钱，我拉到矿区1斤可以卖6-7毛钱，可不就翻一番了？早上4点到县城农贸市场，那岂不是天还没亮就得出发？这大冷天的，还是雪路。就是因为天气不好，没人愿意跑去矿区做生意，我才能赚到这个钱。明天我赶马车去，也没那么累。第2天天才刚亮，何宁就从县城拉了30筐橘子去了矿区。各位嫂嫂婶婶们，过年的橘子给你们拉来喽。大兄弟，你这是赶架子车走一路来的？是啊，天还没亮就从杨烧沟10里铺到黄源县农贸市场，再从农贸市场到咱这里，差不多绕了地球半个圈。你说我容易不？大嫂大姐，马上过年，你们也不要计较10块8块。大哥大叔们下井钻煤矿，不稀罕肉食，稀罕的是这一口酸甜。一筐子25，真不贵，非要讲价，我拉去我们高崖镇赶集去喽。大兄弟，看这分量是1筐20斤吗？1筐25块钱，差一个多一个，很正常。要计较就没法卖了。妇人们小声议论，比下雪前1筐子贵了10块钱左右，但已经腊月27了，谁敢保证还有拉橘子的车到这儿来？大兄弟，我要1筐，不还价，25给你。有1就有2，第1筐卖出去后，剩下的橘子也很快就全部卖光了，带了400块钱出来，现在变成了750块，差那么一点点翻一番。姐，我回来了，文文呢？文文跑梅姑家吃杀猪肉去了。臭小子，成梅姑家娃娃了。姐，肉片呢？鸡蛋呢？肉片昨晚就吃完了，鸡蛋是娟儿的，你别想了。煮的鸡肉呢？鸡肉也是娟儿的，娟儿的钱呢？你不给我炒鸡蛋韭菜，我不给你看我挣的钱。拿来。姐，我辛辛苦苦一趟，肚子饿扁了，没有肉，你好歹给我炒个鸡蛋啊。屁话，孩子是你生的，那一篮鸡蛋是捐补身子的，你一个都别想。你昨晚拿走的钱，你敢折腾掉，我打折你的腿。哟，钱在这呢。宁子，真是倒手橘子挣的。难道是我偷的抢的？我要吃鸡蛋，吃肉，快点。别以为你挣钱了我就惯着你，就酸菜土豆，爱吃吃，不吃滚。
何宁刚要说完，就听见门外有动静，出门一看，只见自己爷爷蜷缩在角落，身上也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衣。明明家里每天大鱼大肉，可老人总是喊着肚子饿，就连住的屋子也跟冰窖一样。最终冻得受不了的老人无奈只能跑到自己孙子家。爷，快喝点鸡汤，你怎么冻成这样？宁子，爷爷冷。何宁咬紧后槽牙，爷爷在二叔二婶跟前生活，就生活成了这个样子。宁子，我挡你们路，活不下去。爷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照顾您老。宁子，二婶能让爷爷来咱家？我去爷爷屋里看看。宁子，别犯浑跟二婶吵架。何宁跑进二婶家院子，直接进了爷爷单独生活的低矮小屋。屋子里暗昏昏，铁炉子冷冰冰，炕上堆着乌黑的破被子。何宁手伸进去一摸，跟水泥地一样冰冷。没听见二叔二婶气息，他俩去镇上办年货去了。宁子，什么情况？俩混蛋不在家，爷爷屋里跟冰窖一样，冻得受不了，跑咱家来了。何燕是嫁出去的姑娘，爷爷这种境况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他也没办法过问。从现在开始，爷爷在我这屋里定定待着。二叔二婶能饶你？他们试试看。姐，你给爷爷洗手洗脸理头发，我去镇上一趟，给爷爷买一套厚棉衣厚棉裤。何宁跑一趟镇里，用1下午时间给爷爷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买齐一套新衣服。看着何万里穿着一身新，身子蜷在炕上，半睡半醒。何宁沉默了。前世正月初8，爷爷去世，听大家说老人走得安安静静，一点点罪都没受。何宁什么都不知道。如今看着这一幕，何宁这才反应过来，爷爷过得并没那么好。又突然想到明天是腊月28，可姐姐还在娘家，何宁便去了厨房。姐，明天做的事，你今晚只教我一遍，我明天做，你一早回去。花馍你会蒸，红烧肉你会做，你想折腾娟，还是想缠脚梅姑？我谁都不缠脚，我自己做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何宁把年货给姐姐准备好一份，还有2条鱼和1袋橘子。宁子，你安静3天时间，初一我和你姐夫就来了。姐，你就放心吧，这200你拿着。宁子，姐怎么能拿你的钱？你今年不用姐补贴，姐烧高香了。不行，你得拿着，这些年你总是补贴我们，现在我会挣钱了，孝敬你点不是应该的吗？在何宁的再三要求下，何燕最终也只能收下钱来。这笔钱我就帮你们装着，我警告你啊，这个年你敢惹娟不高兴，我把娟接走，我不认你是亲弟弟。行了行了，你抓紧回去，都腊月28了，嫁出去的姑娘谁还逗留在娘家？你不犯浑，我能待在娘家呀？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何燕赶着马车出去一段路，又转过头来喊了一句：宁子，你有心了，姐看到了，姐都看在眼里，但是坚持下去好吗？姐，这个年过完，我就去挣大钱，给你和姐夫盖最漂亮的新房子。等彻底看不见何燕的背影，何宁这才回了屋。宁子，姐走了，还有爷爷怎么样了？姐刚走，爷爷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还没睡醒，好像瞌睡了3天3夜。爷爷好可怜，爷爷一夜没回去，二叔二婶不担心？李娟不提醒则罢，这一提醒，何宁忽一下想到，他们居然没来找爷爷。娟儿，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说完，何宁便去了何国明家。二婶，我二叔呢？问你二叔干啥？商量我爷爷的事。你二叔还在炕上睡着，你不会自己进屋叫？二叔出来，睡死了吗？一大早站我家院里瞎喊什么？二叔，二婶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在他屋里，你问什么？何宁明白了，这2口子从昨天到这会儿，压根就没进去看过一眼。何宁知道这一个点就行了，一句话再不问，直到中午也不见二叔来找爷爷。宁子，咋了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爷爷在咱家，到了这会儿，二叔二婶还不知道，他俩根本不管爷爷的死活。何宁刚说完没一会，二叔二婶就带着村长来了。宁子，你早上去你二叔家说商量你爷爷生活费的事儿，怎么一转身就走了？何宁以为二叔二婶是接爷爷回去，把村长拉来当和事佬，没想到是来要老人生活费的。宁子，我大哥大嫂虽然不在了，但你这一门人多少要表示一下吧，一年就100块，你少玩2把牌，不就出来了？二叔，我掏100块是给你啊，还是给我爷爷？宁子，你爷爷现在手脚不灵便，做不动饭，什么吃的都从我屋里端，这个钱当然要给我，不是给你二婶。宁子，你爷爷还健在，你理应出一点力照顾你爷爷，多多少少出上一点。村长叔，你这话没错，我是应该照顾我爷爷，我不能光出钱不出别的，我爷爷住的屋子我也出。宁子，你家就这么几间房，也不好安顿你爷爷，给你二叔一点钱算了。二叔，我一大早去你家问我爷爷人呢，你真没听出我说话的意思？宁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当着村长的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爷爷是不是在你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爷爷不在我家，难道在你家？二婶，你说我爷爷在你家，我爷爷早饭吃的什么？午饭吃的什么？我们中午吃什么？给你爷爷端什么？这还用问？村长，
走，当着我爷爷的面，我出生活费给我二叔。听了这话，村长长吐一口气，终于说动了何宁。进了二叔家院子，何宁对村长说道：“村长叔，你进去把我爷爷叫出来。”村长和傅莹走进屋子，就是一愣，怎么没人呢？国民，咱叔不在屋里啊？什么？我爸不在屋里？对，咱爸呢？我咋知道？你给咱爸送中午饭，你说你不知道？你刚说是你送的肉，我哪管你爸中午吃了什么？你没给咱爸送饭，你好歹给我说一声。你装什么老好人？你从早上到现在不进去看一眼你老爹，你让我看？破反你人！你做熟饭，你没送过去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我问你俩，我叔人呢？村长叔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我爷爷就不在这个屋里，我二叔二婶竟然不知道。你想想看，我爷爷饿死冻死，他俩是不是也不知道？我二叔跟我要我爷爷的生活费，他好意思要？村长，你别听何宁胡咧咧，他就一混混，他的话你能听吗？姓王的，我爷爷屋里冰锅冷灶，你存心想把他冻死饿死，你是不是这种心态？我心里最清楚，我爷爷受不了，昨天下午才跑去我家的。你在满口喷粪，信不信我撕了你那张臭嘴？宁子，听你这意思是，你爷爷在你家？我爷爷不在我家，还能去哪里？国民，你好意思跟何宁要老人的生活费？你俩丢人我不管，别把我拉上丢人。宁子是混，但他对他爷爷挺好，让他爷爷在他家待着吧，过完年再说。村长，这不好吧？村长不再多说，直接就走了。再待下去，他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大年初一，两只羊羔正悠哉悠哉地躺在圈里睡大觉，本以为今年又逃过了一劫，殊不知危险即将降临。嘉义，这羊羔卖给我咋样？何宁，你身上有钱吗？钱你就放心吧，肯定不会差你的。喂，何宁，你昨晚赢得不少。少废话，卖不卖？何宁，你说真的，大年初一早上你花钱买东西不吉利吧？我无所谓，我是进账的钱。当然是真的。嘉义，毛重1斤4块，我付你现钱行不？没问题，卖谁不是卖？我知道你家没喂年猪，没肉招呼亲戚，宰2只羊羔也不错。最后2只羊羔称重下来，一只48斤，一只43斤。姐，马车接我出去一趟。宁子，大年初一，你赶马车要去哪里拜年？我去红会矿区一趟，现在雪还没化，车进不去。这几天他们缺羊肉吃，我去一趟，挣一笔钱回来。宁子，你老实告诉姐，你是不是欠了钱被人家逼得没办法，才想到大年初一出去赚钱？我给家里买电视，让我老婆高兴，所以赶紧出去赚钱。对了，宁子，大过年的，谁帮你处理的羊羔？我自己处理的。啥？宁子，大年初一你自己动手，这不好吧？姐，挣大钱不能拘小节。说完，何宁便直接赶着马车出发了。何燕愣怔怔看着弟弟背影半天，转身回屋里。娟，宁子去矿区挣钱了。姐，我没逼他今天去挣钱呀。他说给你买电视，所以出去挣钱了。你别拦他，他有心出去赚钱，算他长本事。李娟心里惶惶，让亲戚们说大过年的正月初一，他逼着何宁出去赚钱，多不好听。此时坐在马车上的何宁心里正算着账，360多买来的2个羊羔，肉有67、8斤，8块钱卖掉，最少赚150块。到了矿区，根据前世记忆，何宁去了马家2兄弟屋门口。马磊哥、马强哥，可找到你俩了，咱矿区劳动模范，了不起啊！我何宁给你们拉着羊肉来了。何宁的一顿吹捧，可把兄弟俩高兴的心里乐滋滋，脸上笑呵呵。兄弟哪来的？高崖镇杨烧沟10里铺村子人。马哥，若不是这场大雪封路，你们骑着摩托车拉月里跑我们村2趟，对不？虽然不认识，但2句话，几人感情便拉近了。听到这里的动静，不一会又有几个人围了过来。各位矿工哥哥，各位嫂嫂，大年初一，还有谁这么有心惦记你们？称上我绝不含糊。马强哥，大年初一啊，我卖10块都是便宜的。何宁的心理预期价不能低于8块，嘴上要10块，给他们还价余地。67斤羊肉，差不多1个小时便卖光了，平均下来1斤9块，600块到手。但何宁假装卖亏了，一脸不乐意，诉苦道：大年初一啊，我收人家羊羔比平时贵2块钱呢，我自己宰的，忙了一早上。兄弟，明天来不？你们给10块钱我就来。明天你拿来100斤，我说通他们，这几天给你算10块。马哥，我就敬你这样的劳模英雄，没问题。明天中午前100斤羊羔肉运来。在这片区域卖羊肉，一天卖100斤，能连续卖5天，不出意外，纯利润能赚1000多块钱。宁子，卖羊肉挣了多少钱？差不多300块。何燕手一伸，把何宁手里的一把钱都抢过去，然后跑进里屋。娟，宁子挣钱了，你看。姐，600块整，翻了一番。这钱你们数完返给我，明天我拿回来1000块再给你俩数。宁子，一天时间你能赚1000块？
当然能了，不过我也是钻了下雪和过年的空子，这叫抓机遇。村里没几个人能意识到这几天有这机遇。两个女人相互看了看，真不敢相信。正月初一，何宁带给他俩的惊喜，在心里满得装不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何宁又去了村里王元生家。王元生，过年好，恭喜你发财，我来给你送500块过年钱，要不？去，大过年的，说什么玩笑话？买你的3只羊羔，你得500块，难道不是给你送过年钱？何宁，走，我们进去看，羊圈里能出栏的羊羔有7、8只，你随便挑。最后何宁买了3只羊羔，毛重137斤。何宁，这羊羔拉矿区卖掉，你能挣多少钱啊？那帮矿工拉扯着不给价，也就挣个100来块。哇，这么好挣呀，我也去挣。王元生，窜我行市算什么本事？你拿了我手里的500，你还不挣钱？何宁知道挣这笔钱肯定有人眼热窜他行事，但大正月村里人谁愿意宰羊？可过了初3就不敢保证了，得抓紧时间，这3天把这笔钱挣到手。你这说的什么屁话？谁窜你行市了？这大雪天的，我才不想出去。王元生，另5只能出栏的羊羔，我明天后天拉，说定了呀。随后何宁便拉着羊离开了王元生家，准备找个地方去把羊处理好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身后有个人远远地盯着他。人人必知的混子突然转性，知道挣钱了，可村里的人却反而不高兴了。几天前重生归来的何宁为了改变生活，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，在村里低价收购羊羔，再处理好拉到矿区以高价卖出。看着昔日一起打牌的何宁赚到钱，张爱博的妒火就是呼呼往上涨。这该死的何宁不就是个混子吗？现在还了不得了，居然牌也不耍了，酒也不喝了，一大早去矿区卖羊肉挣钱，这么能你咋不上天？何宁刚买完羔羊离开，张爱博便进了王元生家院子。王元生，何宁买走你的3只羊羔，付钱了没？付的现钱。咋？你也要买我的羊羔？还有5只。还有5只羊羔，明天后天铁定要被何宁挖走赚一把。王元生，那5只羊羔我买了，毛重1斤4块，正月里不赊账，付了现钱你拉走。张爱博哪有现钱？不过昨天晚上他去何宁二叔家喝酒，何宁的堂哥何军喝了几杯酒，破口大骂何宁混蛋，可见何军有多恨他的堂弟。表哥，我有办法搞何宁，你要不要干？表弟，你说只要能收拾他，怎么着都行。接下来张爱博便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。何军出钱，他出力，挣回来的钱扣过何军的成本，利润俩人对半分。表哥，咱俩既挣了钱，又窜了何宁的行，想想就解气。这主意不错，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王元生家的5只羊羔就这样以934块卖给张爱国和何军。张爱博还是整只活羊卖给矿工的。大过年的，难不成他还亲自宰羊，只能整只卖掉？而且我敢肯定他是卖到矿区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表弟，现在是10点，辛苦你走一趟，赶下午天黑前返回来，我请你喝好酒。表哥，你就等我好消息。此时何宁刚卖完羊肉，马强便对他说道：何兄弟，去我家吃个饭吧，错过中午这会儿时间，你下午4点再回去。马哥，为啥下午4点再赶回去？何兄弟，出了矿区，前面20里处罗家湾大坡，有几个人劫道，你辛苦一趟挣的钱被他们劫走，你冤不冤？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马强这一提醒，何宁脑子里立马想起矿区3大金刚，3个混混小青年，没想到他们在今年就开始劫道。马哥，我走山里劫路，绕开他们，穿过那片山走劫路，不怕雪滑吗？不怕，马蹄子上山比走积雪大路还稳当。同时张爱博的马车走到罗家湾大坡处，从两边突然走出来了3个人。兄弟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这大过年的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等你半天了，大冷天的，我们多不容易。等我干什么？要你羊羔。张爱博猛神了10秒钟，脑子里轰隆一响，这才明白过来，自己遭遇劫道的了。各位好汉，各位哥哥，不就5只羊羔吗？大过年的，算我孝敬各位哥哥。张爱博害怕自家的马和架子车也被抢走，所以赶紧说了这种话。劫道的人也明白，要是把马和马车也劫了，对方拼命也不好办，于是让开大路，让张爱博牵着马车原路返回。哥几个听我说，有一辆马车，这个点儿马上过来，那小子身上装着1800，你们等着。你们一块的？我俩是死对头，你们把他劫了，我高兴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张爱博真想瞅一眼何宁被打劫的过程，但又怕自己的马和架子车再被劫了，也只能赶快离开了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何宁早已绕路回到村里去了王元生家。嫂子，我王哥人呢？大过年的，到周围邻居家玩牌呢。你是有什么事找你王哥吗？也没什么事，也就是过来说一趟。明天一早我再来拉3只羊羔。明子，能卖钱的羊羔没有了，被张爱博今早拉光了。啥？
张爱博拉走了羊羔。嫂子，早上那会儿我跟王哥说的很清楚，另5只羊羔我明天后天拉，他怎么说话不算数？宁子，你等着，我去叫袁生，你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话音刚落，王元生就刚好回来了。哦，宁子，你这么早回来了，卖了多少钱？王元生，我早上说了，另5只羊羔我明天后天拉，你怎么一次性让张爱博拉走了？人家也是给现钱，要买走5只，我不能说个不卖吧？张爱博也是把羊羔拉到矿区卖？对，他说拉去矿上卖给矿工。听了这话，何宁便脸色阴沉的直接离开了。还给我脸色看，我的羊羔我卖谁不是卖，你管得着吗？袁生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，你把羊又卖给张爱博，让他也去矿区，这不篡了何宁的行情吗？何宁能不生气？我管他们把羊倒手给谁？不用打卡，不用干活，只需往那一站，便能获得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。这就是生意人最怕遇到的劫道。此时号称矿区3大金刚的几个劫匪正为遇到了一只肥羊而沾沾自喜，殊不知接下来他们将追悔莫及。兄弟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！黄大哥过年好，哥几个过年好。你知道我们是谁？如雷贯耳啊！县城里的3大金刚，刚开始收拉煤车的过路费，现在架子车、自行车的过路费也收。听你意思，你已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，你还敢过来，你就不怕？怕呀，可我家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不没办法吗？去矿区赚点买脚骨的零花钱。少啰嗦，你卖了货的钱拿出来。黄哥，你昨晚打劫的那辆马车也是我们村的，我想知道是不是他告诉你我要路过这里？没错，就他说的。他说你给矿工卖羊羔肉，身上有1200，害我们昨天下午等你等到天黑。行了，少他妈磨叽，把你身上钱掏出来，你赶紧走人，哄你的老婆孩子去。前世何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区3个劫匪他还不放在眼里，直接先发制人冲了上去。仅仅几个回合下来，3大金刚便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兄弟，我们看走了眼，你是狠角色，放过我们，我们以后不找你麻烦。黄哥，把你手腕子上的表给我，我一天到晚没个手表看时间，做事情太不方便了。听了这话，黄忠和立马就把手表丢给了何宁，只希望何宁能尽快走人。哟，这手表不错呀，最近咋那么有钱？这不是最近收拾家里，把落灰很久的 iPhone 14在转转上卖了3500多，这价格还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还发现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温安眼镜这种智能穿戴，还有 L 温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，统统打包带走，特别方便。总之听我的，想快速回收换钱，放心去转转就对了。兄弟，表也给你了，此事就过去了，如何？行吧，接下来就祝你们好运了。说完，何宁便赶着马车去了高崖镇街派出所，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。警察同志，他们现在受伤了，走不了，得赶紧出警救他们，不然他们要冻死了。出了警局，何宁又去了小睡村，打算把外甥女接去家里住几天。女儿，你爸爸呢？打牌去了。你姐姐和你哥哥呢？不知道。女儿，舅舅带你去舅舅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去找我妈。女儿，把你的铅笔给舅舅拿来，再拿一张纸，咱给你爸你姐写个留言条。何宁写好留言，放下2副羊杂和70块钱，便带着外甥女回去了。回到村，经过二叔家门口时，便听见里面传来了何军和张爱博的争吵声。张爱博，940块钱不是小数目，你他妈随口一说你被劫了就完事，你哄鬼啊！表哥，我真被劫了，就在罗家湾上那道大坡的时候，他们3个人我斗不过啊！你若不信，何宁回来你问他，他铁定也被劫了。谁说我被劫了？宁子，你给你哥说，有没有劫匪？你身上的钱是不是被他们抢走了？张爱博，大正月的，你想贪掉何军的钱，编出这么一出谎话，你以为何军会信？何宁这么一说，何军本来就不信张爱博的话，这下是100个不信了。张爱博，你把5只羊羔卖给矿工，一只卖200多块，5只就是1000多，钱你想独吞？你给何军说你被劫了，这谎你也编得出来？表哥，你听不出来吗？何宁这混蛋，他是离间咱俩的表兄弟关系，你别上他当啊！张爱博，你把钱输掉，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哥承认输掉了，狡辩什么？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跟张爱博合作跑生意？你不知道他有了钱就跑去镇上耍牌吗？肯定输掉了嘛。不过没事没事，破财免灾。张爱博现在没钱，你要不回来了？这话可把何军和张爱博都恶心到了。眼看目的达到，何宁便打算离开了。你们掰扯着吧，我走了，回见。表哥，你不信我，你信他，他就一混子。你也不是好东西，15过完，你把我的钱还回来，还不回来，我把你家的马拉走。此时回到家的何宁把钱全都交给了李娟，现在李娟身上有了足足2000块。姐，这笔钱是你的啊？我的？为啥？姐，初一晚上我拿了你50，现在我还你1000。宁子娟，这钱姐姐不要，
你们存起来，正月过完，拉砖头拉木料，把咱家这2间房子翻修一遍。不说你们一家子有个宽敞住处，我们一家正月来也能住下。姐，钱咱慢慢赚，房子咱慢慢盖，不急今年明年，但这1000块钱你必须拿着。姐，这几年我折腾掉你和姐夫的钱还少吗？我姐夫讨厌我，见不得我，我理解的。我说什么大话都没用，但这1000块钱你装兜里，初5你回去一趟，把这笔钱拿给我姐夫看，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或许会高那么一点点。何宁的话说到了何燕的心坎上，张东平对这个小舅子的厌恶，或许这1000块钱能消解掉一点点。姐，拿上吧，为了宁子好，你不拿，我和宁子都心不安。臭小子，算你长本事，姐给你存着，姐一分不花，盖房子的时候我再拿出来。姐，娟儿，我这会去一趟张奶奶家。说完，何宁便提上了准备好的礼去了张奶奶家。张奶奶，我来给您拜年了，也是谢您给我老婆接生，托您的福，我妻儿平安。宁子，你老婆怎么样了？张奶奶，我老婆好得很，有我姐照顾呢。张奶奶，等我何宁挣大钱了，我给您包更大的红包。宁子，不用这样，现在挣点钱也不容易。张奶奶，你给我老婆接生，这是应该的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还忙。一起吃了饭再走啊？不了，我妻儿我姐姐在家，我跟他们一起吃。宁子，这就对了，过年就该好好陪老婆孩子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等何宁把羊肉卖完，马强对何宁嘱咐道：你明天拉来这里就卖不掉了，等1个月再来。多谢马哥告知，我知道了。何宁也知道这里羊肉已经饱和了，想了想便对大伙问道：各位大哥嫂嫂们，你们最需要什么？我给你们拉来。猪仔能拉来不？他们不提醒，何宁还想不起来这事儿。这一提醒，他脑子里忽一亮，家里的老婆心心念念要的不就是2只猪仔？村里其他人家现在不也正需要2只猪仔？好，就这几天，我给你们把猪仔拉来。续接上集，听到矿工家属最缺猪仔，何宁立马就决定下来做倒卖猪仔的生意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何宁就根据前世的记忆去了黄原县城养猪场。小伙子，那2人要几只猪仔？秦叔，我是给红会矿区拉猪仔，最少要50只。小兄弟，你这一辆架子车也拉不了50只猪仔啊！一路上，何宁犯愁的就是这个50只猪仔怎么能拉到架子车上。突然，何宁看到不远处停着的那辆拖拉机，眼睛就是一亮。秦叔，拖拉机借我开一趟。啥？你开我拖拉机？借我拖拉机跑一趟，我拉100只，我把马车压在这，晚点再还回来。听到这话，韩有清犹豫了。要是这100头猪仔卖出，这几天资金周转困难能大大缓解。小兄弟，你对我们这咋这么熟？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，你就张口借车。我叫何宁，高崖镇10里铺的。其他情况解释起来相当麻烦。何宁脑子里一亮，说到了往矿区拉猪仔的老毛。前世何宁跟老毛可是做猪仔生意的竞争死对头。兄弟，原来你跟老毛熟啊，这你不早说。何宁提到跟老毛熟，韩有情立马对他热情，一半芥蒂消除，拖拉机也就同意借给他了。最终何宁以1200块买了100只猪仔，才拉到矿区，立马就围上来一群抢猪仔的矿工家属。大兄弟都买拖拉机了，最近咋那么有钱？这不是最近收拾家里，把落灰很久的 iPhone 14在转转上卖了3500多，这价格还可以呀。对呀，我还发现转转不止收手机，就连球拍、球杆这种运动设备，还有相机和镜头之类的摄影器材都能回收，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，通通打包带走，特别方便。总之听我的，想快速回收换钱，放心去转转就对了。哎，大家别急，我还没说卖多少一只呢，排好队排好队，挨个来，都是最好的猪仔。何宁一顿嚷嚷，才把躁动的一群人安稳下来。一只25，1分钱不少，正月里不欠账。大兄弟，我们这么照顾你生意，一只猪仔你还卖这么贵，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一只25，何宁绝不让步。这些人等猪仔，从腊月等到正月这个点儿，怎么可能不要？骂归骂，最终还是把猪仔给买了。最后剩下20几只，何宁又去养猪场换回马车，把剩下的猪仔拉回村里，以20块一只卖掉。别抢了，我明天拉来，大家都有份。宁子，你那不是还有几只吗？怎么不卖了？这几只是我们家的，你们明天再来。既然都拉猪仔回来卖了，干嘛只拉20几只来哄大家？随后没买到猪仔的大伙便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这2只是你家的。宁子，姑给你钱。我要你钱，我还是人吗？你的马车之前我可没少用。猪仔是你花钱进的，不能让你贴本，姑给你本钱。你再说这种话，我和君太伤心了。你这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何宁都不收，梅姑也只能作罢。最后乐呵呵带着猪仔回去了。2只猪仔饿了大半天了，赶紧喂他2吃饱。而今天最开心的便是李娟了。何宁给家里留下了4只猪仔，妥妥实现了李娟心心念念大半年时间的梦想。
姐，你家的2只我帮你先喂着好不好？胡扯，2个孩子2个猪仔，够你操心，还帮我喂2只。姐，宁子顾家了，我能忙过来。娟，你的意思让宁子待在家帮你看孩子？你看不出来她是出门做生意的料？你手里那2个钱，春耕时候花掉一部分，买砖买木料就不够了。娟，听姐姐话，别拉拽宁子赚钱，她有本事，让她多赚些钱，给你们2口子把房子盖起来。几句话说的李娟连连点头，随后何燕便把李娟拉回屋里。别担心猪仔了，冻不着的，你站外面时间一长，再把你冻着，赶紧回屋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何宁就这样拉着猪仔到各村去卖。这天一早，何宁才去到养猪场，就得知剩下的猪仔居然全卖出去了。何宁兄弟，明天别来了，猪仔没了。啥？秦叔不是说还有200只吗？实话实说，何宁兄弟，昨天你走之后，老毛来了，他开着大4轮车拉走了200只，他说他不认识你。何宁没想到老毛横插进来，200只猪仔被他拉走了，少赚2000块，心里沮丧是沮丧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做生意哪可能天天顺风顺水？快回到家，何宁远远的就看见二叔从自己家离开的背影。哎，宁子，今天这么快回来了？猪场的猪仔都卖完了，就只能回来了。娟，二叔刚进来了。他给爷爷端了一盆鸡汤。宁子，二叔要对爷爷好喽。二叔端来的鸡汤在哪？我去看看。放灶上了，我打算等会大热给爷爷吃。何宁走进厨房，端起鸡汤看了起来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以二叔二婶的性格，怎么也不可能给爷爷端鸡汤来。娟，不能给爷爷吃。到了啊，到了，为啥呀？娟，这年头商店里随便买上耗子药，我怕王琴下毒。宁子，二婶好好的怎么会给爷爷下毒？哼，二叔会不会给鸡汤里下毒我不敢肯定，但王琴会，他恨不得爷爷早点死了。我就不信他能发善心给爷爷喝鸡汤。宁子，是二叔端来的鸡汤，不是二婶端来了。你这傻老婆，这都想不到。王琴不同意，二叔能把吃的给爷爷端来，有没有毒？王琴吃了不就知道了。这么一想，何宁端起鸡汤就出了屋子。眼看老人在孙子家过得很好，从不孝顺的二叔一家居然破天荒的给老人送来了一碗鸡汤。看着手中的鸡汤，何宁越想越不对劲，便端着鸡汤直接出了门。半个小时后，看着地上口吐白沫的流浪狗，何宁脑海轰隆一声，二叔二婶居然给鸡汤里下了毒。万一媳妇儿子和爷爷吃了鸡汤，何宁不敢往下想了，立马就带着鸡汤去了镇上派出所。罗所长，我是何宁，我要报案。何宁，先别急，你慢慢把事说清楚。罗所长，我二叔何国民和我二婶王琴在这鸡汤里下毒，端到我家来给我爷爷吃。我怀疑这鸡汤有问题，便喂了流浪狗一点，谁知那流浪狗便被毒死了。小张，快去叫人，现在就出发。很快一行人便来到十里铺，带走了王琴和何国民，并且从王琴家中搜出来了一包耗子药。何宁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王琴投毒谋害你家人。这么快调查清楚了？我还以为他们2口子反咬一口，说是我在鸡汤里下毒。我们在他家里搜出来了耗子药，而且王琴也亲口承认了，但这事何国民是不知情的。你现在可以先回去了，后面有其他事我们会通知你。几天后，何国民一脸忧愁的来了何宁家。二叔，有什么事站院里说吧。宁子，家里吃鸡，我本想让你爷爷也跟着吃点，谁知你二婶竟干出这事。二叔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是想给我爷爷吃一口好的，但王琴能乐意？哼，他判几年啊？少不了3年，我跟他离婚。二叔，你真要跟王琴离婚？我跟王琴离婚是离定了，我来找你是想把你爷爷接回去。二叔，不可能。宁子，我老爹我公到上房炕上，我好吃好喝伺候着。二叔，你是真想对我爷爷好，还是避嫌，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？你回去吧，我和娟儿把我爷爷照顾得很好。宁子，我家里今天晚上请神教安顿屋，你能说通你爷爷，好歹让他今天晚上睡我家上房屋里。啥？二叔，你请神教安顿屋子？宁子，我请神教安顿屋里，也是为着把爷爷请回去。宁子，给叔一次机会。何宁想破口骂出来的话咽回去。二叔跟王琴铁心离婚，或许也是想一心把爷爷照顾好。二叔，你先回去，晚上我带我爷爷过去。听了这话，何国民转身离开，没有王琴瞎掺和，何宁没有理由挡着二叔对爷爷好。转眼1个月过去了，如今家里也不用担心挨饿了。何宁便决定按照自己前世的经验开始创业。随后他便去了镇上的裁缝店，裁缝店的老板名叫于美玲，从小就对何宁有意思。前世的时候，何宁还经常从他手里拿钱去烂赌，欠了他很多的人情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说吧，这次又要借多少？说啥呢？咱俩之间难道就没有点别的了？我是想让你给我做2套衣服。做啥衣服？给你跟我媳妇做，你俩1人1套，面料就用你店里最好的棉纺料，不要涤纶的，而且明天中午之前，你俩一定得穿在身上。
你脑袋是不是让人打傻了？你给我做啥衣服？你让我们穿给谁看？而且棉纺料特别的贵，1米都要10几块。你能不能跟我说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就别问了，到时候你自然知道。你把纸跟笔给我，现在我就给你画图，然后我亲自给你打版。于美玲惊讶的嘴巴都张得老大，就好像看个怪物一样的看着何宁，那可是高级服装设计师才会的手艺啊！他何宁是不是在这逗他玩呢？几分钟之后，一套女装的设计图便呈现在于美玲的面前。何宁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？看书学的，这并不重要。我先给你量尺寸，然后你先坐着，我回去把我媳妇接来也量下尺寸。量好尺寸，何宁便回家去和李娟说做衣服的事了。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做啥衣服还挺贵的，我又不是没有衣服穿。这个衣服是为了挣钱的，一定得做。一听说要挣钱，李娟便也没有再拒绝，把孩子送到梅姑家让帮带着后，何宁就带着李娟去了裁缝店。到裁缝店后，见何宁熟练的使用缝纫机，于美玲低声的说道：李娟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何宁有点跟过去不一样了？他说是看书学会的，但我总觉得这有点不太可能，不会是鬼上身了吧？你别胡说，赶紧去做你的活吧。一直忙到傍晚，2套衣服总算做好了，俩人把衣服穿在身上，都是大吃一惊。我的妈呀，这衣服穿着咋这么好看呢？宁子，你是咋想到的？看看这肩膀，这小腰，这衣服要是穿出去，还不让人羡慕死啊？对了，宁子，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明天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我跟娟儿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去市里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一早何宁就带着2人去了市里时代酒店。在前世的记忆里，这酒店开业的时候，连报纸跟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，场面弄得很大。在工人惊疑的目光中，3人来到了酒店的办公室门外。你俩先等着，待会我叫你们。说罢，何宁便敲了敲门，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即响起：请进。何宁推门而入，就见到一个年约20几岁、非常有气质的女人，正在低头看着文件。席经理，你好，我叫何宁，我能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知道贵酒店会在半个月之后开业，作为本市目前最大的国际酒店，形象非常的重要，而席经理也肯定在为如何提升企业形象而绞尽脑汁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想跟您说说。席小磊有点吃惊，他现在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可这个陌生人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你请继续说下去。企业以人为本，以管理为核心，形象并不仅仅是经营的理念，同时也是一种直观的印象。你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到过你酒店的人都要记住这里的特点，而且还要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。而装修是死的，人才是活的，服务才是核心。这家酒店上上下下，光是服务人员就有200人。如果你能够给他们统一制服，并且还要让制服跟企业的档次与等级相辅相成，你的企业形象瞬间就会提升起来。席小磊觉得何宁说的非常有道理，而且还更加疑惑地说道：统一制服，你能说的再详细点吗？在说这个之前，我想让您看点东西。说罢，何宁便出去把李娟跟于美玲带进了办公室。当看到2人的形象时，席小磊的美眸里瞬间惊讶而起。看到2个美人，酒店经理不仅答应和我合作，还提前付我全款，只因2个美人身上所穿衣服，除了重生归来的我，没人能做得出来。我这边现在有200个员工，女服务员就有150个，男工有50个，算上我是151人。你能在半个月之内做出151套来吗？咱们可得签合同。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前提是咱们得先谈好价格，而且你还要预付我50%的定金。那么这一套制服需要多少钱呢？成本以及设计费用加起来85块钱一套，151套就是12835块。价格一出，别说席小磊，连李娟跟于美玲都震惊的一愣。一个服务员的工资1个月才50块，一套衣服相当于2月的工资了，这个价格有点不太能接受。为了方便回家剪视频，我最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。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，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有考虑过，这制服是你独家拥有，这会给酒店创造多大的价值？就如席经理一样，你是知识女性，你要把自己美好以及你对工作、生命以及事业的感悟通过服装表达出来，你会给人最直观的印象，这会让你更加的自信，更加的美丽，这就是我的制服的价值。这一番话说的席小磊心尖之处划过深深的激动，他觉得何宁说的真的是太有深度，太有内涵了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么富有感染力的话。好，85就85，我会一次把所有的费用都给你，但我的要求是，你要在半个月内把151套衣服都给我做好，你还要给我留个服装厂的地址跟电话，以及盖章的管理部介绍信，没有问题吧？没有工厂，没有电话，介绍信我倒是可以试着给你开，我们只是镇子里的裁缝店，想创业赚点钱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无法接受，那我们可以不用合作。那好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，跟我去财务那里吧。
何宁的嘴角抹起一抹会心的微笑。前世，席小磊可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一直都伴随在他的身边。即便到了这一世，他跟席小磊的缘分又一次的开始。宁子，151套衣服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一个人是肯定做不过来，你别拿了钱就觉得赚到了，想想怎么做衣服吧。镇上的妇女有那么多，会蹬缝纫机的更是多，叫他们把缝纫机搬到你那里去，稍微指导一下就可以了。明天就去做个广告，一人1天5块的工钱，如果加夜班的话，再加5块。那倒是可以，我就认识很多会蹬缝纫机的，1天5块，他们都得抢着干，干什么1天也赚不上5块啊。那面料怎么办？还有尺寸，人的高矮胖瘦可是不一样的。面料明天我去买，然后再去问问席小磊具体的服务员尺寸，到时候就有数了。美玲，你今天也累够呛，早点休息，明天你也得很忙。我们先回家给孩子做饭。而另一边，席小磊正被办公室主任郝顿训斥。小磊，我不是说你没权利支出这个钱，可是你这合同1没地址，2没电话，连个介绍信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就让会计把钱给他呢？如果他是个骗子怎么办？还有你这个什么制服的，咱们这只是酒店，又不是什么单位，要什么制服？就算你想提高什么企业形象啥的，但这也太贵了吧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酒店的发展，我是分管酒店经营的副总，我觉得我有理由为了提升酒店的形象而选择支出这笔钱。当初王总聘请我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个权利，至于何宁是不是骗子，这个不用你来考虑，如果真的是骗子，那我自己掏钱把这个损失补上。王总的确是说过这话，但是王总也没有说过你可以自己决定酒店的管理啊，这是我一定得给王总说，如果酒店都这样，那还开不开了？为了方便回家剪视频，我最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。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，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你随便吧，见到王总记得让他也签字。说罢，席小磊便直接离开。孙主任阴沉沉地眯了眯眼睛，恶狠狠地自语道：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转眼到了第二天，何宁一早就去了市里一家布料厂，以7块1米的价格购买了350米精纺棉布以及配套的辅料、拉锁、线轴等等。等回到裁缝铺，于美玲已经找了20多个老娘们。大家听我说，你们就负责蹬缝纫机，布料剪切啥的不用你们管，怎么缝制，于美玲会告诉大家。你们1天的工钱是5块，晚上加班的话再加5块，白班供1顿饭，有菜有肉。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头，谁也不能给我糊弄。做好的衣服我会检查，不合格的你就别想拿到工钱。我们在这里有吃有喝有钱赚，家里的爷们吃啥，让我们在这里干也行，那也得把家里爷们跟孩子的饭带出来才行。说得对，我家那个爷们还有仨孩子，要是没人做饭都得饿死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出5块的工钱，比市里工人的工资都多。供饭是为了赶进度，你们拖家带口的那可是好几百张嘴，我们可供不起。那我们就不能干，为了挣点钱，弄得全家都不高兴，不值得，不干了。说得对，要不你每人给我们家2块钱也行，1天7块我们就干，2块钱也足够家里吃顿饭的。姐姐们，来之前咱们可都是说好的，1人1天5块，现在你们要加钱，这有点不讲究了吧？这个价都是何宁看在咱们都是一个镇子上住着的，给大家的高工资，还供饭，就算是市里的工厂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啊。于美玲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你就去市里找人干呗，求我们干嘛？我们还不愿意干呢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们还能想想，但给何宁，我觉得都不把握，没准他这几天赚的那点钱都被他输没了，到时候白干几天，我们找谁拿钱啊？大家都听我说，规矩是不可能变的，了不起我重新找人来做，5块的工钱还供饭，大家都得抢着来，我也不墨迹，反正就是这个待遇，你们不干的话，那就赶紧到地方，我好雇别人来。说罢，何宁掏出200块钱，当着大家的面给了李娟。媳妇，这个是工钱，谁给咱干就给谁。本来众人就被何宁给说的有点心里没底气，再看到那钱是彻底的动心了。5块就5块，总比在家待着1分没有的好，我干。有了他的带动，其他的老娘们也都妥协了，全都答应干。1天下来就做出10几套。于美玲还是有点着急，低声的说道：这么做的话还是有点慢呢，要不我明天再找几个人来吧。不用，很快速度就会上来了，给他们点信心，今天第1天做已经很不错了。此时此刻，席小磊正在一家饭店里跟酒店总经理王凯哲吃午饭。小磊，我这段时间忙工程，也没有问问你在酒店的工作如何，干得开心吗？
为了方便回家剪视频，我最近换了台新车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。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，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还可以吧，只是大家觉得我这个副总是靠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，我现在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，别的我不想管，也管不了。王凯哲哈哈一笑，他就喜欢奚小磊这个高冷的劲，比家里的那个黄脸婆不知道要好多少倍。他们是嫉妒你的工作能力。再说了，企业管理这块你要学的还有很多，未来我还会继续的重用你。只是我听孙主任说，你之前在财务支出1万多块钱，说是做什么工作服，这的确是有点太不成熟了。如果对方是个骗子，你这不就是被骗了吗？如果他真是骗子，那损失我来赔给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说的不是钱。再说了，18000的我还并不放在眼里，只是想提醒你，以后在工作中千万要仔细的去分辨人，钱什么的都没啥，给你花多少钱我都愿意，但是别人不服你，我就是在支持你也说不过去啊。你也知道，让你做副总，我也有很大压力的。说话的时候，王凯哲便想去握奚小磊的手，奚小磊急忙把手抽回到桌下。王总，我只是给你工作而已，别的还是别说了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说完，奚小磊便起身走出饭馆。王凯哲也不生气，他有绝对的耐心去培养这朵鲜花，等到花开的时候，他自然能够闻到那芬芳。走到酒店的门口，奚小磊便看到了何宁。席经理，我来给你送个样品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吃饭了吗？已经吃过了，你先看看这个样品吧。好，去我办公室聊吧。我就不上去了，还有点别的要忙，过几天我交货的时候请你吃饭。行，那你先去忙吧。男人咔嚓一下就把女人提了起来，并指着老板破口大骂。今天就是说啥都不行，我就不让我媳妇干了。你们整天在这里蹬缝纫机，有吃有喝，我们这帮老爷们在家挨饿，这叫什么事？说是在这里做衣服，谁知道是在这里干嘛？整天的不着家，说是赚钱，我一个老爷们用它赚钱养家。难道整天待在家里伺候你们就是他们该干的？你们这么厉害，咋不给自己媳妇1天5块钱花？再一个，因为请了他们，我们这才没请别人。现在你让他们回去，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办？你们的生意跟我们有啥干系？又不是我们的生意。你们家赚了钱，整天的猪头肉、大肘子，我们看到了还是吃到了。想让我家翠花帮你们出力也行，那一天就得给我们家翠花多加5块钱，还得让我们来吃饭，中午饭、晚上饭让我们全家都得在这吃才行。原来赚到钱的小伙好心帮衬相亲，给他们提供了工作，就连工资都比城里工人开的还要高。谁知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员工家属不仅不懂得感恩，还带头撺掇其他人罢工，以此要挟老板加工资。翠花家的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还有你们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，你们不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离不开他们，就坐地起价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没门，1分钱都不加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更快的回家剪辑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特斯拉，才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豪车，比线下店选择多，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试开3天。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不加钱，那我们就不干了。翠花把咱家的缝纫机也给我搬回去。媳妇，美玲，不用拦着，要走的让他们走。明天我们正式招合同工，我还不想让他们赚我的钱呢。那行吧，反正也留不住，就让他们走吧。那些男人本来想的是来闹一闹，就能占点便宜，谁成想偷鸡没成还搭了一把米，这回连5块钱都没有了。这时，那些妇女们都陆续的走出裁缝铺，有的男人就低声的埋怨道：“让你出来你就出来，傻，回去继续干。”何宁很清楚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心里想的就是占便宜，这次答应他们，很快还会有更过分的要求。随后，大部分的妇女把缝纫机又给抬了回去。翠花也想回去，却被何宁给阻止了。翠花姐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我这里现在人手已经足够，没必要再多花钱雇人。宁子，你看这是干啥？我也就是气头上，让我家翠花继续的干吧，我绝对的支持她。别了，我用不起，您把她领回去吧。翠花心疼的都哭了，说啥也没用，人家就是不用，气得翠花哭着骂她的男人。都怪你，我说不行，你非得来嘚瑟一下，现在你倒是继续嘚瑟啊！别他妈跟老子喊，给你点脸了是吧？不用就不用呗，咱还不稀罕给他干呢？跟我回家。看着俩人那落寞的背影，其他娘们的男人都缩着脖子，该干嘛干嘛去了。好歹他们的娘们还能继续的赚那5块的工钱，这就已经是不错了。很快到了晚上，何宁正和媳妇在家里吃着饭，突然有人急匆匆的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宁子，裁缝店着火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”等到何宁来到裁缝铺的时候，大火是冲天燃烧，宛如那身披魔火的恶魔一般，发出咧咧的炸裂之声。何宁刚要往火场里冲，就被李娟死死的拽住。宁子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想活了吗？于美玲在屋里，我得去救她呀。宁子，我今天晚上看见于美玲了，她回家看她爹妈去了，不在裁缝铺。何宁这才把吊着的心放回肚子里，只要没有伤到人，其他的都是小意思。等火灭了，
李娟看着那一片废墟，心里都在滴血。所有做好的成衣，还有价值好几千块钱的布料，全都付之一炬。不仅如此，裁缝铺还有20多台缝纫机，全都被烧毁。宁子，接近40套衣服全都被烧毁了，到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啊？不哭不怕，没啥了不起的，有我在呢。这时，于美玲也来的裁缝铺拔开人群，冲到了废墟前。我的裁缝铺啊，衣服呢？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更快的回家剪辑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特斯拉，才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豪车，比线下店选择多，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试开3天，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别想那些了，没了就没了，再做就行。你这裁缝铺我也会给你重建起来的。对于裁缝店为何突然着火，何宁心里有个大概，除了和他有仇的张爱博，不会有别人。该死的张爱博，给我好好等着。宁子，我家的缝纫机咋整？我们可是给你干活，现在缝纫机都被烧了，你得赔我们啊。对了，你们着火我们不管，但是不能烧我们家的东西。今天我把缝纫机拿回家，还算赚到了。我就说有的钱不能赚，这回好，所有的缝纫机都烧了，只有我家的保存了下来，这就是命啊。你们不用担心，缝纫机明天我就买给你们。你买，你拿啥买？别拿嘴忽悠我们了，到时候你不买，我们找谁去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去哪儿给你买缝纫机？不用你买，把钱给我们自己去买。现在缝纫机最好的125块一台，你就一人给我们125块钱就行。不给钱，今天我们就跟到你家，我们见啥办啥，反正我们不能吃这个亏。墙倒众人推，这就是人性。你有钱的时候都把你当祖宗供着，现在觉得他和您好像不行了，全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跟我回家拿钱去吧。解决完事情，等众人走后，李娟拿着仅剩的3000块钱，愁容满面。这点钱买面料都不够，而且这一着火也没人给咱干活了，酒店的订单我们咋做啊？还有12天的交货时间，足够用了。钱我来解决，明天你们俩就去联络工人，愿意干的10块钱一天，但是要求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。转眼到了第2天上午，何宁把3000块钱都拿上，便去了市里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接下来将有一个天大的机遇等待着他。32块1克的金价，如果是你会买多少呢？而这个男人进店，就在老板震惊的目光中，把店里的所有黄金全都买了。要知道，在这个年代，可不是谁都能买得起黄金的。小伙子，咱不带开玩笑的，你不能一开口就把我这金店都买了，你就实在点，别开玩笑。到底买多少？价格我还能再给你便宜点。没跟你开玩笑，5000克我全都买了，你就给我个最低价。小伙子，你不会是同行吧？不然你为啥买这么多的黄金？我也是替别人买的，人家要开工厂，需要用黄金原料，你也别问那么多了，就给我个实在价格就好。这样吧，我28块钱1克卖给你，5000克，那就是14万。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，得先去银行拿。这3000当做定金，咱俩写个合同，然后我先拿走50克样品，2个小时后咱们再交易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老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定金都交了，这生意就算是成了一大半了。何宁拿着其中的一份合同跟50克黄金，便离开金店，紧跟着便前往市里唯一的一家西餐厅。你好，布鲁克先生，我叫何宁，能借用你2分钟的时间跟你谈笔生意吗？布鲁克觉得外语说的这么好的人，一定也是有身份的人。这个年代会说外语，而且还说的这么好的人可不多。我不知道养分长能够产生什么生意，但是我倒是很想听听，请说吧。1个小时前，你应该收到一个消息，国际金价因为某些原因出现大幅度的涨幅，每克黄金由32块已经飙升到56块，而你的公司让你在这条新闻还未被我们知道的前提下，全面的收购这个城市的黄金。我现在手里有5000克黄金，以每克50块的价格卖给你，之后你就可以继续以32块的价格收购这里的黄金，这个生意对你是有利的。布鲁克满脸不可置信，1个小时前，他的确收到了公司打给他的越洋电话，让他收购黄金。何宁先生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收到这条命令的？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要收购黄金的？而且你凭什么认为我就一定会以这个价格收购你的黄金？因为你没有选择，如果你不收购，我就会利用我的影响力，让整个汇市的黄金价格瞬间涨过56块。你只需要满足我的要求，我也让你赚钱，这就是利益交换。至于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，很简单，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国际期指操盘，但是我有黄金，
却没有渠道。你是少数能够在我们的国家赚到钱的人，所以你现在也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。何宁先生，不得不说，你的趣味是个商业人才，但是我不太可能接受你的黄金价格。如果你能先购每颗35块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布鲁克先生，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或者你还没有算明白你的利益。如果你坚持35块收购我的黄金，那么我只能让全市的黄金价格只能跟国际黄金价格挂钩，而且我相信你会彻底的失去获得这次利益的机会。你要知道，电话的新闻传递速度可是快过新闻的啊。布鲁克当然会计算这个利益了，就算他放弃这个城市，可他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下一个城市。等到这个新闻在晚上7点播出之后，他就彻底失去这个利用时间差赚钱的机会。何宁先生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，你甚至都让我无法拒绝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吧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好的对手就是好的利益，我只是想借你的渠道，也赚点资本而已。既然你没有别的问题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。说完，何宁便把布鲁克直接领到了金店。老板见何宁直接领来个外国人，那眼神里全是崇拜。能够跟外国人谈生意的人，那得是多厉害的人物啊！布鲁克先生，这里的黄金一共有5000颗，按照我们说好的价格，50块钱一颗，一共是25万。我现在就给你写支票，请把所有的黄金都装好吧。他们说的话，老板是一句都没有听懂，只是站在边上，满脸的傻笑。何宁拿到支票，确定金额跟支票真伪后，便对老板笑道：“把这里的黄金都装好吧。”没问题。那钱怎么办？钱在这里，待会咱俩一起去银行取就可以了。那还说啥了？这生意做得痛快。送走布鲁克，何宁立刻带着老板去了银行。他也没有隐瞒着老板，直截了当的说道：“那老板跟我是好友，为了感谢我，他也给了我一笔佣金。这个我得跟你说，而你的14万，我现在就取出来给你。”那肯定是应该的，你这也是帮我做了笔大生意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好生意，还得请你多关照啊。老板也不知道何宁到底拿了多少的佣金，他拿到自己的14万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走出银行还想请何宁去吃饭，却被何宁给拒绝了。揣着11万的存折，何宁便直接回家去。3万块钱就想收购价值20万的工厂，这么低的价格，小伙却一点也不怕被老板打。只因重生归来的何宁知道工厂老板欠下巨额赌债，急需用钱，而如今这个工厂也属于荒废状态，没法快速出手。3万就想收购我的工厂，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？而且我也没打算卖我的工厂啊！现在我这厂子的效益特别的好，做不完的订单，我凭啥要卖给你呀？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现在连裤衩子都快输了，眼看你就要把这工厂也给输了。那些人只是给你2万，而我给你3万，你不卖给我，难道想1分都拿不到的输掉？古月猛然一皱眉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，这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算你说的对，但是3万块钱我不可能卖，这里当时投资了20万，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，10万块钱我倒是会考虑考虑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那咱们就不用谈了，你就等着别人2万收吧。5万，现在咱就签协议。3万5，不行就算了。见何宁要走，古月还是有点着急了。他现在急用钱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最终还是以3.5万的价格跟何宁签了转让合同。当何宁出了办公室，几个工人都围了过来。大家都别多想，我虽然买下了这个工厂，但这里依然还是服装厂，只是换个名而已。随后何宁就看向一个面相很老实的中年男人，笑道：“您贵姓啊？”“免贵姓赵，我叫赵随田，是厂里的维修工。”“赵哥，你带我先参观参观工厂吧，其他人现在就去通知别的工人，明天回厂报道。”在赵随田的带领下，何宁把工厂前后后的看了个遍。工厂现在有缝纫机60台，每个厂房20台，有50个成手工人，2个设备维修师傅，2个服装设计师傅。下午的时候，何宁先回到镇子里，把李娟跟于美玲接到了工厂。以这里的生产力，那151套衣服用不到2天就能做出来了。宁子，你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啊？以后你就是销售部经理。真的呀？我也是大经理了呀。何宁就知道于美玲肯定高兴，关键是于美玲还年轻漂亮，性格外向，
让他干这个是最合适的。而同时，张爱博也来到了市里，他直接来到了酒店，正好被孙主任看到。你是干啥的？在这里乱看什么？你好，同志，我就是想来说个情况，你们是不是让一个叫何宁的给你们做工作服啊？这有什么情况？你们被骗了，那个何宁就是个烂赌鬼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啥衣服。前天晚上他喝多了酒，把做衣服的裁缝铺都给弄失火了，他这不是骗人吗？我们可不能看着他败坏我们镇子的名声。口说无凭，你能把这些都写下来吗？这样我才能跟老板说。行，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写下来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工人陆续的回来报到上班。我叫何宁，以后我是大家的老板，你们的工资由之前的每个月20块涨到每个月的30块，如果工作出色，还有奖金10块，包括福利补助10块，也就是干好的话，你们每个月能够拿到50块。但是工厂的规章制度也得遵守，否则就会罚钱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工作质量一定要满足要求，是个没有任何的商量。接下来大家先打扫卫生，下午正式开工。有这么好的老板，大家自然也有干劲。而何宁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去采购面料跟其他的辅料。同时，酒店办公室，孙主任把张爱博写的那封信重重的摔在了齐小磊的面前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齐小磊，我当时就反对你订购什么工作服，现在你怎么跟我们交代？在确定这封信的真实性之前，我需要你搞清楚，距离交货的日期还有10天。如果到了交货日期，何宁不能把工作服给我，那么我来填补酒店的损失，也会离开酒店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好好好，待会我让王总来跟你说。另一边，何宁在纺织厂一次就订购了13500块的面料，但是何宁却发现没有拉货的工具，是真的不行，于是便决定去买个金卡。转眼到了傍晚，齐小磊站在裁缝铺的废墟前，脸色也越发的难看了。恰好这时，何宁开着新买的金卡从裁缝店门口经过。何宁，我以为你是个正经人，我那么的相信你，甚至顶着压力把工作服的钱先给了你，可是你却骗了我。你等会，你说我骗了你，我咋骗你了？你自己看，这上面说的比我自己经历的都详细。但你知道写这信的张爱博是谁吗？他和我有仇，他说的话你相信吗？那我要的工作服呢？他们在哪儿？在我的工厂里啊，再过几天就可以交货了。你的工厂？你不是没有工厂吗？裁缝铺都烧了，那我只能搞工厂了，而且就在市里。你要不要去看看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啊？都快8点了，你是打算在镇上住，还是想回去？我要回市里去。那行，我送你吧，但是我得先回去和我老婆说一声，你也到我家里做会吧。回到家里，齐小磊见到李娟跟于美玲，这才知道原来当时的那俩模特的其中一个就是何宁的老婆。媳妇，你待会跟孩子先睡吧，我先把席经理送回市里。这么晚了，你俩也不方便。李娟，你就跟着去吧，孩子我给你们照看，反正今天晚上我也不走。不用这么多人送吧，我今天晚上想住在这里，明天再回去，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送我了。刚好我也去厂里看看。那也行，我这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是几个人都能睡下的。很快到了半夜，齐小磊起来去茅房，突然感觉到门外有动静，于是他便来到了门后，趴着门缝往外看去，就见一个黑影正在往轻卡上倒酒。